我第一次出轨是在43岁那年，不是因为我不爱我老婆，而是因为我发现她早就不爱我了。我们结婚18年，像很多人一样，最初有火，后来有烟，最后连灰都懒得扫。她每天做的事就是吩咐数落，冷眼看我下班的狼狈样。她从不问我累不累，只问钱够不够。而我也学会了闭嘴，回到家像个透明人。他出现是在公司附近一家咖啡馆，一个没什么客人的午后，他坐在我斜对面，喝黑咖啡，不加糖。他的眼神比我老婆柔软，声音比我老婆安静。他叫我阿强，第一次叫的时候，我还以为他认错人。你不记得我了？我们以前在同一间补习中心。他笑得像春天一样。我当然不记得，但我点头了。那天我迟到了20分钟回公司，同事说我脸上有光，我笑笑，没说那不是光，是一种久违了的被理解的错觉。3个月后，他搬进我租下的公寓。他说他不求名分，只求陪伴。他说他比我老婆更懂我。我信了，像个傻子那样信了。他喜欢我狼狈的样子。他说看见我脱下领带，卸下笑容，整个人垮在沙发上的样子，比我在会议桌上更真实。你知道吗？你那种无奈的表情很可爱。他这样说的时候，我以为我终于遇到一个愿意听我抱怨的人。我说起客户赖账，说起上司双标，说起我老婆总是嫌我不够能干。他一边泡茶，一边点头，说你已经很努力了。那一刻，我竟然想哭。他会煮宵夜，热粥、炒米粉、泡面加蛋，有时只是剥橘子递给我，那种温柔是我家里找不到的。我们不总是上床，有时只是躺着。他听我说以前的事，比如我小时候偷拿过爸妈的钱，第一次工作时被上司羞辱的叫去洗厕所，他都听。他甚至会笑，说你以前也不是个好人。我说是啊，所以才觉得现在能有你，真是我的幸运。他没说话，只是亲了亲我。她是比我老婆年轻12岁的离婚女人，有个6岁的儿子，留给前夫养。我一开始不介意这些，我说我不是要你给我未来，我只想现在快乐。她咬着唇笑，说我这个人嘴硬心软，说将来如果我愿意，她也愿意生一个给我。我听得心动，真心想给她一个家。她没开口要钱，我却主动每个月转5000给她。我说是房租，其实我知道她不是真的在工作。她只问我一句，你真的不后悔吗？我说只要你不骗我，我就不会后悔。现在想起来，我那时候是不是已经疯了？她说她怀孕了，是在一个下雨的夜晚。她没哭也没笑，只是递给我一根验孕棒，上面2条杠，红的像血。你确定？我几乎是低声问的，像怕惊动了什么命运的机关。他点点头，说已经晚了2周。他没催我表态，也没问我要不要这个孩子，他只是说我一个人也可以生，不过有你当然更好。那一刻，我的脑袋是空的，不是不开心，也不是开心，是那种站在人生分岔口的眩晕感。回家的路上，我一遍一遍对自己说，要冷静，要处理，要不留痕迹。我老婆一眼就看出我不对劲，她坐在饭桌前，看着我把饭一口一口扒进嘴里，说你最近很累，是不是公司有什么事？我点头，说快年终，业绩压力很大。她笑了笑，把一只鸡腿夹到我碗里，说撑着点，年终奖还有家里的贷款，别出差错。我看着她的脸，忽然想起那女人的脸。2个女人我都睡过，但她们看我的眼神是完全不同的，一个是习惯，一个是幻想。我没对她说那女人怀孕的事，我甚至还在算要不要偷偷安排流掉，还是搬个借口把她送出国。但每个念头都像沾着血。我知道我开始慌了，我也知道我已经不是那个有选择的人了。第4天，她发来一张照片，是 B 超，真的有个小黑点，我看不懂。但她说已经6周了。接着一句，你不是说愿意给我一个家吗？那一刻我才发现，
我从来没有认真想过家这个字对他意味着什么。我从来没想过我老婆会对我撒谎，不是那种情绪勒索式的指责，不是歇斯底里的怒吼，而是静静的、温暖的把我所有的秘密一点点翻出来，就像剥洋葱，一层一层，直到我自己都不认识自己。那天晚上，他去洗澡，手机忘了带进房间，屏幕一亮，我一眼看见那串熟悉的名字，我情人的名字。他的名字出现在一个群组里，群名叫抓狗行动第2阶段。我按下去，手机居然没设密码。我老婆的手机从来没设过密码，里面有几十张截图，记录了我和情人每一次转账的金额，每一次出现在公寓楼下的画面，还有我俩一起走进产检中心的监控。最让我心跳停顿的是一张照片，我跟那个女人在床上睡得死死的，我的手搭在她肚子上，那是她家，他们的合谋从来就没断过。我老婆从浴室出来时，我坐在沙发上，手机还握在手里。她没有抢回手机，只是站在门口，淡淡的问我一句：“看够了吗？”我张嘴，却不知道要说什么。我早就知道了，她轻轻说：“从你第一笔5000转出去开始，我就知道你出轨了。”我没吵，因为我知道你还没玩够。我喉咙发干，声音像从地底下冒出来：“你想怎样？”他坐下了，慢条斯理地擦头发。其实我不想怎样，我只是等你自己陷进去，直到你跪下来求我。你跟他是一伙的。我声音发颤。他笑了。我给他钱，给他身份，给他自由，只要他把你拖下泥沼。你以为她真的怀孕？你以为那孩子是你的？你以为你很特别？我背脊一阵发冷，想落进冰窖。我搬出家门那晚，是老婆亲自帮我收拾行李的。她没哭，也没闹，只是一边把我的衣服塞进行李箱，一边说：“3天后我会提离婚。我们家有房，有车，有存款，律师已经帮我安排好了。我不贪，只要孩子归我。你净身出户。”我愣住，问：“你怎么可以这样？”他停下动作，转头看我：“你说的这句话，3年前我也问过你心里那位小情人。”我想解释，但说不出口。他继续：“你一直以为是我不懂你，不关心你。其实我只是太了解你，知道你想要什么，所以才什么都不说。你要一个比我老婆更懂你的人，那我成全你。”我那晚回到公寓，情人也不在，他没接电话，没回信息，直到第2天中午，他才发来一条讯息：“对不起，我真的撑不下去了。你老婆说她会帮我出国，我也需要重新开始，别来找我。”几分钟后，一封公司内部电邮炸开了我头顶，关于贵部门近3个月来账目异常的问题，请相关负责人本周内提交详细说明。我知道，完了。老婆掌握的不只是我出轨的证据，还有我偷偷挪用公款替情人买房的银行记录。他不动声色地等着我越陷越深，现在他轻轻一推，我就跌进深渊。我开始找朋友借钱，没人肯帮。我去找孩子放学，他站在校门口看着我，眼神冷漠的像个小大人。妈说你背叛了我们。他低声说：“你不要来找我了。”我蹲下来想握他的手，他退后一步。那一刻，我终于明白，我不是被老婆毁掉的，是我亲手把自己一刀一刀削成现在这个样子。我签下离婚协议那天，下着雨，没有人来送我，也没有人问我后不后悔。房子归他，车子归他，孩子当然也是他的。我什么都没了，连尊严都是他手下留情才没公开毁掉。我回到公寓，门锁被换了。我打电话给那个女人，是空号。我去她以前工作的咖啡馆打听，店员说她几个月前就辞职了，说是要出国。我坐在车里，窗外下着雨，手机里只剩下他们留给我的对话截图、转账记录，还有一张张我自己都不敢直视的自拍。我想起老婆说的那句：“你以为她真的怀孕？其实从头到尾，那个小点是她从网上找来的旧图，孩子从来没存在过，只是我太愿意相信有人还愿意为我生孩子。”
我成了一个彻底的笑话，一个以为自己还能开始第二人生的中年男人，最终连第一人生都没守住。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、留言投稿，第一时间获取最新男人故事。